姓唐的又装死，甲板上那堆毛链，老子让你理了3遍了，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这条船上工人们不受重视，出了问题没人过问。老邢对这些打工人毫无尊重，动辄呼来喝去。老邢，这小子连潜水执照都没有，你今天该不会又打算拿他练胆吧？练胆怎么了？这种不听话的新手就该去海里练练胆子。宇哥，你放心，我表哥是这船上的2副，咱俩过去干技术活，管吃管住，1个月这个数。兄弟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信了他，结果他拿着我的签名签了一份长期劳务合同，自己从中拿了一笔好处费，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20年兄弟，就为了这点钱。何威这半年迷上了赌博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肺要炸了，渔网粘得太紧，但我要是死在这儿，何威那混蛋就彻底赢了。我必须活着上去，必须！明代山船残骸，瓷质密度异常，青花为主，综合估值380万。明代战船龙骨，铜铁混合材质，建载器物，综合估值210万。海底有2艘沉船，数字是他们的价值，380万、210万。我的大脑在直接计算估值。哟，居然自己爬上来了，命还挺大。回国有路走了，何威那点好处费，我迟早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陆小姐到了，管事的过来。陆小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船上脏，别脏了您的鞋。听说船上又招了一批新人，连潜水执照都没有就往海里塞，是不是？没有的事儿，都是老手。他是谁？一个临时工，刚才不小心掉水里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唐玉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你不会让老邢这种人继续管这条船。这个人从今天起跟着我。唐玉，你会游泳吗？他叫陆锦，这条船真正的老板。他问我会不会游泳，我点头。他说明天凌晨4点甲板集合，没解释原因。这种用人方式不像老邢，倒像另一种风格。大小姐，这个人底细不明，连潜水执照都没有，年度打捞大会在即，贸然用新人，风险太大，至少让我先核一下他的背景。这是你在船上用的通讯设备，有卫星通话和录音功能。潜龙号的规矩，每个人都要有记录手段，出海干活的时候事事留痕。程叔，他是我选的人。您这是？这小子两手空空，您难道要带他参加年度的打捞大会？对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下个月的家族会议上，他还有一个身份。什么身份？我审定的代掌舵人，也是我的未婚夫。大小姐，您这不是胡闹吗？陆家的规矩是可以找代掌舵，但起码得是个正经出身。他连潜水证都没有，算什么潜水员？等一下，未婚夫？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。你不需要真的娶我。陆家的继承规矩，上一代家主去世后的5年内，继承人必须独立完成一次超过1000万级别的打捞项目，并获得家族理事会半数以上认可，才能正式接管船队。我二叔这些年处处给我设账，上一批他安插的人在关键作业时破坏设备，导致我3次项目失败，他就是要逼我出局。所以，你是拿我当挡箭牌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，然后回到甲板上继续给老邢拉烂绳。回去继续当苦力，只有熬不完的苦。跟着他，至少还有回国的希望。我答应，但我要先说明，我不是你的下属，我们是合作。你出资源和人手，我出找船的本事。可以。大小姐，您就信他？这小子来路不明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二爷那边塞过来的钉子？程叔，我用人自有我的道理，
你是潜水长，管的是水下的事儿，我管的是整条船的事儿，各司其职，好吗？妈，再等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陆小姐让我把这个给你，她说你白天呛了海水，喝点热的。谢谢。你真的不怕陆小姐？外面都说她心狠手辣。怕，但我更怕回不了家。陆小姐其实不像外面传的那样，她接手船队3年，一直想把船队往正规方向带。可二爷那边不一样，他们眼里只有钱，什么活都接。什么活？我也不太清楚具体的，但船员们私下传，说二爷那边偷偷挖过珊瑚礁，还捞过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。陆小姐不答应，他就用家族规矩卡她的继承权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坐标已经换过了。那小子不好对付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他在跟谁打电话？坐标换过了，果然他是二叔的人。你说这几个点有价值，就带我亲眼看看。就我们俩？我不习惯把命交给别人，如果你骗我，我一个人也能收你。差不多这里，放声呐。不是废船，体量不小。夏毛，我下去。你没有潜水执照。我有信心，我大学修过潜水选修课，基础操作没问题。而且我比你更想活着上来。我妈还在等我。船上，安全绳系好，通信器全程开着。程叔在下面一个深度盯着你，有任何异常他直接拉你上来。还有，签这份临时免责书，出了事，潜龙号依法担责。他说没干过违法的事，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，他是认真的。这是一艘明代商船，保存的这么完好，光这一处捞上来就值小200万。大明宣德年制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下面还有一大堆，不过我只带了这一件上来，让你先看看。你确实会看海，是我小看你了。陆小姐，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了吗？大小姐把手绳给你了。程叔，昨天那几个备用坐标我已经核实过了，3个点里2个是空壳废船，1个只有些锈铁。您标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血口喷人！我在陆家22年，难道还会害大小姐？程叔，23年很长，但长不过良心。我不管您跟二爷做了什么，从现在开始，大会的选址由我决定。小子，别以为大小姐一时新鲜就能护住你，海上风浪大，出点意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这是在威胁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别挡不该挡的路。年度打捞大会还有2周，这次陆家的规矩又改，各房各自出船出人，在划定海域内进行3天的水下寻宝，最终以打捞物的总价值定输赢。胜方拿到陆家未来5年的船队经营权。二叔那边已经联合了3方，势在必得。他们请来了声纳专家马教授，专门从海洋研究所请来的。大小姐，我们是不是也该请外援？不用，我们船上有现成的。就他，一个连潜水证都拿不出来的小年轻，能跟马教授比？潜水证不代表一切，我不用声呐，只用眼睛看海图就知道海底有什么。胡扯！你当你是海洋百科全书吗？程叔要是不信，咱们现在就可以比一场，就在这片海域
随便您挑一个点，咱们一起下潜，谁捞上来的东西价值高，谁赢。我跟你比，可笑。不比也行，那就安心跟着我的坐标走，别再在背后搞小动作。程叔，唐玉是我的人，我用他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都听唐玉的安排。二爷，那小子太难缠了，大小姐又护着他，我这边快压不住了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大会还有2周，你找机会在他的装备上动点手脚，让他出不了成绩就行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事成之后，那艘新造的探测船给你。我明白了。今年大会与往年不同，各方自行定夺海域和方案，3天为期，最终以出水文物估值定输赢，胜者得船队总经营权5年。大侄女，今年你可别怪二叔不留情面。这位是马教授，国内海洋声呐探测的权威。你们还靠目测找沉船？恕我直言，没有声呐辅助，深海寻宝就是大海捞针。马教授，您的声呐再先进，也只能听见海底，却不一定能看见海底。有些藏在淤层下的沉船，声呐回波会被泥沙干扰，您未必能看到。小伙子口气不小，那我们赛场上见真章。各船就位，第1天比试开始。二房出水，清代粉彩花卉碗1对，青花山水瓶1件，初步估价140万。怎么样？往东2海里有一处水下断崖，那里有暗流冲刷形成的天然凹槽，最容易笼住沉船残骸。左舵15，航向090，航速6节。大小姐，那是未探索区。我说了照做。这是放弃了，自己往没鱼的地方跑，找死。这次我一个人下，这种水况人多了反而危险。你自己的命自己看着办。元代青花云龙纹大罐，单件估值580万。元青花，下面还有6只梅瓶，4件钧窑盘子，总估值不下2000万。让鉴定组马上过去。袁清华，他们从哪里找到的？今天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也是为我自己。赢了大会，我才能回家。你很想家？想，我出来那天答应我妈，3个月一定回去。现在已经快3个月了。你妈妈身体还好吗？心脏不好，我本来打算毕业了就赚钱给她治病，结果被何威坑到这儿。等大会结束，我一定帮你找到他，剩下的按法律来。那是什么？一艘比明代山船更大的沉船，而且它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昨天大侄女成绩是不错，
但我听到一些风声，说他的前缘唐央事前在禁探区踩过点儿，还私自下水翻过海底，这算不算违规？二叔，说话要讲证据。唐玉在大会前从未独自下过那片海域，我可以作证。没下过，他一个连潜水证都没有的人，昨天怎么会那么精准地定位到断崖沉船？除非他提前下去过。从声呐探测角度来说，断崖区回波极其杂乱，没有水下预探是根本不可能定位的。我怀疑你们违规。马教授，您说的对，声呐确实探不到。但谁说我是靠声呐的？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外公是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他教过我读海图、辨水文、看洋流。高科技都做不到，你学的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做到？断崖区的水文特征在公开海图上有标注，结合暗流走向和泥沙沉积规律，推断出沉船位置，不是什么难事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敢不敢跟我们赌一场？怎么赌？就比今天一天，谁打捞的文物总价值高，你赢了，我当场认输退出；你输了，离开潜龙号，永远别在海上出现。二叔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好，我赌，输了，我立刻离开潜龙号，再也不踏足海上打捞行业。今天的收获估值有300万，我看他拿什么赢了。还有半小时就到点了，你行吗？再找不到，我们就输了。去黑礁沟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没时间了，信我一次。检测到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远洋宝船舰体完整，舱室封存严好，预估载货价值无法估量。有这一件宝贝，就能赢过陆鹤鸣了。就拿一个破瓶子，我这边总估值320万，你拿什么赢？唐代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，通体无裂，釉色莹润，是皇家御用器，初步估值1200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假的，这肯定是你们提前放的。他们违反规矩，应该判他们输。到底是谁违反规矩？程万里威胁的语气，翻成暴坐标声音。是二爷逼我的，他说不配合就撤我的职，让我在海上一辈子混不下去。陆鹤鸣，你为了经营权破坏规矩，还想污蔑陆锦？从今天起，剥夺你所有家族股份，移交海警调查。程万里一并处置。对了，陆小姐，这海域下有一艘古代远洋舰，里面全是珍贵的文物，我们必须立刻控制这片海域，防止有人偷偷打捞。我现在就去见老爷子，申请授权，同时通知海警，暂时封锁这片海域。国家文物局海洋考古中心派来的专家已经到位，陆锦的船队无偿提供全部设备与人员配合。考古中心主任握着陆锦的手，连连道谢。陆小姐，这艘古代远洋舰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，你们能主动上报，
是给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。这是我父亲的遗愿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唐一作为技术顾问，参与了整个打捞方案的制定。过去2周，他在陆锦的安排下通过了国家潜水员资格考试和海洋考古基础认证，总算有了合法身份。舰体整体保存较好，舱内密封性不错，但舰尾有轻微倾斜。我建议先用水下机器人做内部探查，确定货物分布和结构稳定程度，再制定开舱方案。年轻人，你的分析很专业，之前在哪家海洋所做研究？我算是家学渊源，加上最近恶补了不少理论。一连几天的作业，古代远洋舰里的文物陆续出水，成箱成箱的古董出水。央视的直播镜头全程跟拍，全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真实的深海考古打捞，收视率一路飙升。陆小姐，听说您为了配合国家考古工作，不惜放弃5年的船队经营权，您觉得值吗？我爸常说，有些东西比钱值钱，比如良心，比如法治。船队可以再赚，但如果我们把这艘船偷偷捞了卖了，那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脏的。我不想让陆家的子孙背着这种脏名长大。唐先生，您是这次发现的关键人物，能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支撑着您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来的吗？我妈，我想回去见她，所以不能死，想堂堂正正的回去，所以不能做违法的事。阿姨，您儿子上电视了，是个大英雄呢。他不是英雄，他就是我儿子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黑了也瘦了，他们说你在海上，我天天求妈祖保佑你平安。对不起，这么久才回来。这姑娘是……阿姨您好，我叫陆锦，是唐玉的朋友。朋友好啊，朋友好。义仔从小到大没带过女孩子回家，你是头一个。妈，人家是来谈工作的。工作也要吃饭，我去煮碗面。从今天起，潜龙号不再是一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打捞船队，我们将转型为一家公益性海洋文物保护机构。所有打捞所得，经国家备案后，全部用于海上丝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。那以后我们吃什么？吃合法的饭。国家每年有专项科研补贴，各地的博物馆也会出经费委托我们进行水下考古。只要技术过硬，良心摆正，这碗饭只会比以前吃的更踏实。这是我们划定的5处合法沉船探塔区，每一件出水文物都要登记、定级、入库，严禁私下藏匿和交易。宇哥，那万一有人在海上偷偷捞，我们怎么办？第一，自己不干；第二，发现问题立即向海警举报。我们是文物保护者，不是文物贩子。何谓为了那点好处费，你就把我坑了？宇哥，我欠了赌债，他们逼我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还，会帮你想办法。可你选择了骗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在海上那段时间，我天天做噩梦。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你打捞运金船，看到你被采访，我就想自首。自首是你唯一做对了的事。法院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。唐主管，老秦，听说你在里面表现不错，减了刑。我以前不是人，你差点淹死，我还笑，你还能来接我？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船队有一条新规矩，不欺负弱者，不私捞文物，能做到你就回来，做不到，这瓶水就当给你路上喝。我孙女今年上小学，我跟她说外公以前是坏蛋，她问我以后能不能变好，我跟她说能，我不能让孩子觉得我是个骗子，
唐宇，来，坐。我活不了几年了，有几句话想交代给你。陆锦从小没了妈妈，他爸又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吃了多少苦我都看在眼里。外面人都说他手腕硬，其实他心比谁都软。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他信你。这世上能让他信的人不多。我以陆家家主的身份，正式邀请你加入乾隆基金会的理事会，你得有话语权。爷爷，我不是陆家的人。谁说你不是？这块表他爸戴了半辈子，我今天交给你，不是让你进陆家的门，是让你替他守着陆家的船。受害人有什么补充意见？审判长，何威骗我上船，害我差点死在海上，但他在我失踪期间偷偷去我家帮我妈交过2次水电费，还留了钱。他并不是全无良知，我请求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。被告何威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我以后一定做个好人。宇哥，我给阿姨磕头去。不用磕头，以后你每个月去看看她，陪她说话，就当还了。不过你现在在会会争权期间，不能随便出海，先在基金会做些陆地的宣传工作吧。这次乾隆号运金船的整体打捞，是我国深海考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整个项目是由民间力量主动申报，并全程配合完成的。妈妈，这些宝贝是谁找到的呀？是照片上这2个叔叔阿姨。叔叔阿姨好厉害呀！我长大了也要当这样的人。老陆，我对不起你。出狱后，他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直接来到新基地申请做志愿讲解员。我干了一辈子海，最后差点污了这片海。剩下的日子，我想用这张老嘴，给年轻人讲讲海上的规矩和教训。这片海给过我们数不清的宝贝，也给过我们深刻的教训。宝贝要还给国家，教训要记在心里。时间过得真快。我记得当初你在甲板上被老廷推搡，浑身湿透站在我面前，就像昨天一样。我也记得你当时看我的眼神，像是看一件刚捞上来的文物。什么意思？审视、怀疑，但又有点好奇。唐宇，我现在可以正式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你愿意留在乾隆基金会不走了吗？我妈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她现在喜欢这儿，我也喜欢这儿，所以我不走了。何威，你在新基地还好吗？宇哥，我在这边一切都好。今天还给一批小学生讲了潜水安全课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过几天就回。对了，你考的那个潜水长执照考下来了吗？早就考下来了，下个月就转到潜龙号来，正式归队。好，老位置还给你留着。何威要回来了。他说这回就是把命搭在这儿，也要做个好人。命不用搭，把心摆正就行。人这一辈子就像在深海潜水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道暗流会把你卷向何方，但只要心里有光，手上有德，再深的暗流也能趟过去。回望这几年，我失去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记住了那块表上的字：以海为鉴，护宝归国。
秦叔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年纪大了，觉少。你呢？今天有下潜任务吗？有，宇哥让我跟新来的技术员去复查断崖区的沉船坐标，说是要更新数据。唐宇，从昨晚开始你就不太对劲，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昨晚用设备复查了断崖区，发现那片海域的水文数据有轻微变动。以前我们打捞运金船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水流方向不是这样的。我怀疑有人最近下过水。会不会是二叔的旧部还在活动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我已经让小游联系海警，请求加派巡逻船。陆小姐，刚刚接到举报，说在北部禁牢区发现一艘无标示的渔船，正在用深水机械臂打捞东西。马上出发，必须抓个现行。他们不是普通的盗路者，他们知道哪里有东西。停船！这里是国家文物保护海域，请立即停止作业，接受检查。别过来！我只是混口饭吃。老坤，把那东西放下，你跑不掉的。我欠了赌债，没有办法。有没有犯法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破坏的是国家文物，法律会给你一个说法。但你要是现在动了手，性质就变了。宇哥，你看这个。幕后还有人。阿坤只是个跑腿的。我已经让技术部门试着破解那个加密号码，不过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，他们怎么知道那处沉船的准确位置？我就直说了，昨天阿坤的渔船能在禁卢区精准找到沉船，说明有人给他们提供了坐标，而这个坐标是我们2个月前才在内部数据库上标注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我们这些人里有内鬼？程叔，我不是针对谁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必须查清楚。我已经请示了海警和文物局，他们同意我们内部先进行一次数据流向排查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核心秘籍的海图坐标只保留纸质备份，电子把全部加密，权限收到我和唐宇2个人。我自愿接受排查，从我入职第一天起，就没做过对不起陆小姐的事。我也一样，虽然我以前犯过混，但现在我这条命是乙哥和陆小姐给的，我绝不会出卖基金会。我老廷以前是混蛋，但现在我只想给孙女做个榜样。如果查出是我，我第一个去自首。与此同时，海警传来消息，阿坤供出加密号码的主人，一个外号鲨鱼的走私集团头目，常年活跃在南海一带。陆鹤鸣当年曾与他有过合作。又是二叔以前埋的雷。既然雷已经炸了，我们就得排雷。国家已经成立了专案组，基金会全力配合。我们手里的海图数据和影像资料会是关键证据。好，我们不仅要抓住鲨鱼，还要让他和他的上线下线都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难道这能力还会消耗什么？没想到你们会来看我。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。鲨鱼的事，你应该已经听说了。听说了，那混蛋以前跟我合作过一次，后来我觉得风险太大，就断了联系。没想到他还在干。鲨鱼现在躲在境外，专案组需要更多证据才能申请国际通缉令。二叔，如果你还记得什么细节，现在说出来，对你有好处。我要是说了，算立功吗？算，法律上这叫重大立功表现，我做不了主，但你的律师可以帮你申请。
唉。程叔，怎么了？我前2天去档案室看老照片，看到我跟大小姐她爸年轻时的合影。那时候我们都说要一起守着这片海，堂堂正正的打捞。后来我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？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你后来站出来了，主动揭发，又来做讲解员，这就是在弥补。我欠陆锦他爸一条命，这辈子还不完。宇哥，公安局来电话，说鲨鱼想要见你一面。你就是唐玉，陆家新养的那个小白脸。你想见我，不是来问这个的吧？我想看看，是什么样的人让陆家翻了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坏了我多少生意？你那些不是生意，是犯罪。你偷的是国家的文物，毁的是历史的根。我今天来见你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藏在珊瑚礁里的那批货已经被找到了，300多件明代瓷器，现在全部在文物局的仓库里，一件都不会流出去。你的那个保护伞，3天前也已经被批捕了。你赢了，但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这片海上有多少人想发财，你挡得住一个，挡得住所有人吗？我挡不住所有人，但法律能。你以为买通几个人炸几艘船就没人管了？你藏在珊瑚礁里的那批货，300多件明代瓷器，现在全部在文物局仓库里。你的保护伞3天前也被批捕了。这片海以后不是你说了算。数日后，法院开庭审理鲨鱼走私集团案，陆锦和唐宇作为证人出庭。最终，鲨鱼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其余成员也分别获刑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知道错了还不算晚。我这辈子最痛心的就是你们2个儿子，一个走得早，一个……我在这里学法律课，才知道我以前做的事儿有多蠢。我为了一个继承权，差点毁了陆家，害了瑶瑶，还差点害了唐玉。我不是人。二叔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。你现在愿意改，法律会给你机会。我已经跟你的律师谈过，你的减刑申请已经交上去了。如果我能出去，我想去基金会做最累的活，什么活都行。不用最累的活，等你出来，你来老宅陪我，我们爷俩好好看看这片海。老陆，咱们前半辈子错了，后半辈子得对。我在这儿等你。阿姨心脏手术的专家是国内最好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就是害怕。我妈这辈子没享过1天福，我爸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我还没来得及孝敬他。你已经孝敬他了，你让他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一个好人，这是最大的孝敬。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需要静养，但估计再过1周就能下床了。鱼仔，陆锦那姑娘呢？她是不是又回海上忙去了？没有，她在外面给您熬汤呢。你别老让人家干活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要好好对人家。妈，我知道，我想跟她求婚。真的，你总算开窍了。陆锦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是高高在上的船队大小姐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临时工。后来我们一起走过这么多路，我才发现你比谁都善良，都坚强。我想代替你爸，跟你一起守着这片海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
这是在二爷以前那艘乾隆2号的底舱发现的，当时清理的时候没注意，今天才翻出来。这些坐标，有些我们从没见过。从方位看，都是深水体域，不适合传统打捞，所以一直没人理睬。这2个点地貌吻合，金属感应也对得上。这些坐标很可能曾指向一片未被发现的宋代沉船群。陆锦，这些坐标很可能指向一片未被发现的宋代沉船群。按照文物法，我们必须先向文物局报备。当然，我们已经是基金会了，一切按规矩来。不好，深海压力太大，身体承受不住了。宇哥，宇哥，你怎么了？深海压力过大导致的眩晕，建议至少休息1个月。唐姨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阿姨怎么办？我没事，就是太累了，休息几天就好。我干了一辈子海，今天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堂堂正正打捞。我以前觉得潜水就是想发财，但现在我觉得能保护这些东西比发了财还开心。他知道，即使有一天系统真的消失了，这支团队也已经可以独立走下去了。这就是外公的遗物了吧？外公，外公，我看见了，您留下以海为鉴的道理，我会记住的。不管你是什么天赋，你都是唐玉，这就够了。陆锦，二叔以后给你当普通船员，什么累活都行。二叔，不用当船员了，爷爷在老宅等你，你回去陪他吧。哥，我回来了。5年前，我还是一个被坑到海上做苦力的普通人。那次落水差点没命，那时候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。但这5年，我遇见了陆锦，遇见了你们所有人，我才明白，再深的海底，只要有人愿意点一盏灯，就能照见光亮。这盏灯就是法律，就是良心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。宇哥，你是我们的灯塔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继续带好团队，保护好每一艘沉船。然后，等过2年，我们有了孩子，带他去坐船，告诉他爸爸妈妈守护的这片大海有多好看。好。世界上有许多种宝藏，有人寻找黄金，有人寻找瓷器，而有人寻找的是心安。我很庆幸，在人生的风暴中，我找到了一群愿意与我一同掌舵的人。我们用行动证明，以正致远，以法为锚，每一片海都可以成为善的源头。